感觉像我这类型的女生应该很难嫁出去吧。之前就看到过一条评论，我觉得就蛮中我的，就说这类型的女生比较难，嫁出去，大部分都会晚婚。第一个就是比较缺乏自信，我是一个非常的缺乏自信的人，而且我特别特别容易自卑。你别看我就是在视频里不明显，但是现实我就很容易自卑，特别是为一点点的小事情，我可能会想很多，就是内心戏很多。第二个就是，嗯，第二个就是没有传统的婚姻观念。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人，或者是特别就是看重的条件。我感觉，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去相处，去作为另一半去相处。就是独来独往惯了，突然间闯入一个人去来到你的生活，去跟你朝夕相处，我觉得我还不适应这样的生活，不知道怎么相处，不知道怎么说话，不知道该聊什么。第三个就是我其实是被动型的，我是摩羯座，摩羯座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被动型的星座，就是他不会主动，我就是特别符合摩羯座的特点，就是不会主动，而且呢又爱冷暴力，不爱说话。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我不满意你的一个点，我一般不会说出来，我会让你猜，就是你猜不中，然后我就会生气。其实我也蛮讨厌我这点的，但是我就很习惯这样，嗯，正在努力的改正吧。确实这一点不太好，真的，什么事情都要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缺点吧。唉，然后想起一句歌词，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确实是很符合我。咱今儿就来唠唠这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为啥不受欢迎这档子事儿。咱先说说这社会大环境哈，现在这社会发展得快，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快得很，年轻人都忙着工作赚钱，忙得晕头转向的，这一忙起来，找对象的事儿就给耽搁了。等回过神来，嘿，年纪就不小了。那些大龄单身女士呢，很多都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想法，她们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将就的人。就拿我认识的一个李姐来说吧，李姐今年都35、6了，在一家大公司当部门经理，那工作能力那叫一个强。可就是在找对象这事儿上一直不顺利，为啥呢？咱就从男方的角度来瞅瞅。很多男的吧，一听说女方年纪大了，心里就犯嘀咕。他们觉得吧，女的年纪大了，生育可能就会有问题。而且呢，他们还觉得大龄单身女士可能性格比较强势，不好相处。就说我有个朋友小王，给他介绍了个30多岁的女的。小王一听女方的年纪，就有点打退堂鼓。他说这女的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结婚，肯定有啥问题。我就跟他说，你可别这么想，人家说不定就是因为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呢。可小王就是听不进去，死活不愿意去相亲。再说说这大龄单身女士自己的问题，很多大龄单身女士要求都比较高，她们自己有事业，有经济基础，所以对男方的要求也不低。就像那个李姐，她就想找个跟她条件差不多的，甚至比她条件还好的。她说我自己都这么优秀了，总不能找个比我差的吧。可问题是，这样的男人哪有那么好找啊？条件好的男人要么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想找个年轻漂亮的。还有啊，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可能因为单身久了，性格上会有点孤僻，她们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不太会跟人相处。我认识一个张姐就是这样，她一个人住了好多年，平时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有一次去相亲，人家男方跟她聊天，她半天都憋不出一句话来，这气氛尴尬的哟，男方肯定就没兴趣了。另外呢，社会上对大龄单身女士也有一些偏见，有些人就觉得女的年纪大了还不结婚，肯定是有毛病。这种偏见也会影响到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咱再说说这相亲的过程，很多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的时候表现得太强势了。她们可能会问男方很多问题，比如收入啊、房子啊、车子啊，这给男方的压力可就大了。男方会觉得这女的怎么这么现实啊？其实呢，大龄单身女士也不是现实，她们就是想找个有保障的人，可她们的方式可能不太对，让男方觉得不舒服。还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的时候会故意装得很清高，她们觉得自己条件好，不能让男方觉得自己很容易追到手。可这样一来，男方就会觉得这女的太难接近了，也就不愿意再继续了解了。咱也不能光说大龄单身女士的不好，其实她们也有很多优点啊。她们成熟稳重，有自己的事业，经济独立。她们也更懂得珍惜感情，不会像那些小年轻一样，动不动就吵架分手。就比如说那个李姐吧，虽然她要求高，但是她也很会照顾人啊。她要是找个对象，肯定会对人家好，而且她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整天缠着男方。这样的女的其实也挺不错的。那怎么才能让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上更受欢迎呢？我觉得吧，首先大龄单身女士自己得调整心态，不能要求太高，要学会接受不完美。找对象嘛，哪有十全十美的，只要两个人合得来，互相喜欢就可以了。其次呢，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太强势，也不要太清高，要多给男方一些机会，让人家了解自己。也可以主动一点，不要总是等着男方来追求。还有啊，社会上也应该改变对大龄单身女士的偏见，不要觉得女的年纪大了就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后呢，我想说，找对象这事儿啊，急不得。这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不受欢迎，也不能全怪别人不是，有时候她们自己也得反思反思。就说这外表吧，虽说不能以貌取人，可这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可能因为工作忙啊，或者不太在意这些，就不怎么打扮自己，去相亲的时候穿得普普通通，甚至有点邋遢，这哪能行呢？男人嘛，总归还是有点视觉动物的，你要是打扮得漂亮点，精神点，人家看着也舒服啊。我有个表姐也是大龄单身，有一次去相亲，就随便穿了个运动服，头发也没好好梳，结果人家男方一看就觉得她不重视这次相亲，表姐还觉得委屈呢，说自己平时就这样，又不是故意的。可你想想，人家男方又不了解你平时啥样，就看这一次的表现。还有啊，大龄单身女士有时候太独立了也不好，啥事儿都自己扛，不愿意依靠别人。这在工作上是优点，可在感情里就不一定了。男人嘛，还是希望自己能有点用，能被需要。你要是啥都自己干了，人家男人觉得自己没存在感啊。我认识一个王姐，特别能干，家里啥事儿都是她自己搞定，换灯泡、修水管，比男人还厉害。有一次相亲，男方问她有啥需要帮忙的不，她直接说我啥都行，不用你帮忙。这一下子就把人家给噎回去了，后来人家就没再联系她了。再说这沟通方面，大龄单身女士有时候说话太直接了，不懂得委婉一点。比如说男方问她对未来有啥规划，她直接就说我要在5年内买套房，生个孩子。你要是做不到就别浪费时间，这多吓人啊。男人会觉得这女的太强势了，压力山大，其实可以换个说法嘛。比如说我希望未来能有个稳定的家，一起努力奋斗，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又不会让男方觉得有压力。还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的时候总是喜欢挑毛病，这个不行，那个不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你得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包容一点。我有个朋友去相亲，回来就跟我吐槽男方这不好那不好。我说那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呢？他想了半天说好像也没啥优点。这怎么可能呢？人无完人，但也不可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啊。咱再说说这家庭压力，大龄单身女士一般都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压力，父母催婚，亲戚朋友也跟着操心，这压力一大，心情就不好，去相亲的时候也容易带着情绪。比如说有个赵姐，每次去相亲都是被父母逼着去的，她心里本来就不情愿，去了也没个好脸色。男方一看这哪行啊，还以为她对自己有意见呢。其实可以跟父母好好沟通沟通，让他们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自己也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相亲这件事儿。
还有啊，大龄单身女士也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着急随便找个人嫁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得慎重，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得找个真正合适的人。我认识一个孙姐，就是因为年纪大了着急结婚，随便找了个男人嫁了，结果婚后才发现两个人根本不合适，天天吵架，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所以啊，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上不受欢迎，有很多原因，但也不是没办法改变。只要自己多注意一点，调整好心态，还是有机会找到幸福的。咱也希望社会上能多给大龄单身女士一些理解和包容，别总是带着偏见看她们。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嘛。先说这年龄问题吧。哎呀妈呀，这年龄一大，好多人就觉得不水灵了。男的呢，大部分都喜欢年轻点的姑娘，觉得看着就有活力。这大龄单身女士呢，在年龄上就不占优势了。就好比去菜市场买菜，大家都爱挑那新鲜水灵的，谁愿意挑那有点老了的菜叶子不是？再说说生育问题，这女的年龄大了，生育风险就高了呗。男的家里人就会想啊，要是娶个大龄的，以后生孩子万一有个啥问题可咋办？所以在这方面就有点犯嘀咕。还有这要求高的问题，大龄单身女士一般都自己有点本事，经济独立，见过的世面也多，那要求自然就高了，要找个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甚至更好的。可哪有那么多好男人等着他们挑啊？条件好的男的要么早结婚了，要么也想找年轻漂亮的，性格方面也有点影响。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单身久了，性格可能就有点孤僻或者强势。孤僻的呢，不咋会跟人交流，去相亲的时候冷场，那多尴尬。强势的呢，啥都得听他的，男的哪受得了啊？社会偏见也是个事儿。有些人就觉得女的年纪大了还不结婚，肯定有毛病，不是性格有问题，就是身体有问题。这偏见一有，大龄单身女士就更难了。另外呢，这外表也可能有点影响。有些大龄单身女士不咋注重打扮，去相亲的时候穿得随便，看着就不精神。男的一看印象就不好了。还有就是心态问题，有些大龄单身女士可能因为相亲次数多了，都有点麻木了，去相亲的时候也不积极，爱搭不理的，这哪能行呢？咱再说说这沟通方式，大龄单身女士有时候说话太直接，不会委婉点。比如说男的问她对未来有啥想法，她直接就说我要咋样咋样，你做不到就拉倒，这多吓人啊，得学会温柔点说话嘛。最后呢，家庭压力也有影响。大龄单身女士一般都被家里人催婚催得紧，这压力一大，心情就不好，去相亲的时候也容易带着情绪，这情绪一不好，相亲就更难成功了。反正啊，大龄单身女士在相亲市场不受欢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不是说就没希望了，只要自己调整好心态，多注意点，还是有可能找到幸福的。